你只是被朋友抓去充当一下临时道士演员，却因你表演时说了一句天圆地方律令9章，五金下笔万鬼伏藏，吓得观众大呼你这不像是人。谁知下一步你竟直接开坛做法，上灵三清，下应心灵，天清地灵，二笔祖师剑，请动天神，调动天兵，三笔凶神臂，合鬼赶剑，合杀赶当。只因你绑定了道家偶像系统，只要人气高就能呼风唤雨上天入地。此后你每天在道观坚持直播2.5小时，可是大数据从来不推你，直到现在你都只有一个动物亲和的能力。这天刚好碰到一群人上山取景拍剧，就在他们即将走进你的道观时，一只小动物突然站立起来挡住众人，然后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从他的身后传出：你们看我像人还是像神呢？见状一群人当即就慌了神。各位居士，贫道东东子是这道观的所有人，刚才是给诸位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没想到诸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有些失礼了，十分抱歉。原本你是在大殿中等待这几位进门上香的，没想到这几位在门口就是不往里面进，而雕爷那时正好站了起来，于是你恶趣味一来就给开了个小玩笑。你怎么养了只黄鼠狼？这好像是紫貂，听起来像是保护动物，1级保护动物。闻言大家伙都有些沉默，这下好了，连抓住撒气都不敢了。雕爷见众人不再搭理他，感觉到无趣，顺着你的裤脚爬到了肩膀上。你这是做什么？睡够了？饿了吗？啊，竟然这么通人性！一边在开着直播的柳如烟惊讶道：“它不咬人吧？”随即又有些小心地问道：“我可以摸摸它吗？”我总不能说我和这哥们儿之前不认识吧？不过看起来这哥们儿似乎比我还要受欢迎。接下来几天是吃肉还是吃水，就全看你发挥了。谁知雕哥竟看懂了你的眼神，直接爬到众人身边，随后倒在地上露出肚皮让人抚摸。导演看到雕哥的受欢迎程度，他和一边的摄像对视一眼。我有一个好想法，虽然我们没有了男主角，但是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替代。将男主角改成紫貂，既能吸引女性观众的喜爱，又不会遭到如烟的老公粉敌对。到时候故事背景稍微改一下就好了，男主是紫貂成精，然后我们后期配音。没错，就是这样。可紫貂不是咱们的。随后两人同时将目光投向了你们的意思是，想要让这个貂出演男主角？是的，我们的男主角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所以我们决定换个男主角。这男主角最起码也得是个人吧？不过看在刚才他们捐了500块香火的份上，你摸着下巴表示道：“我会考虑考虑的。不过你们可以先说一下要表演的内容和报酬。我们要拍摄的是一个类似人鬼情未了的剧情，男主角是个假道士，但是他遇到的女主角却是个真妖怪，之后就产生了一些爱恨情仇的故事。不过这是之前的版本，现在我们决定换成女道士和男妖怪。这剧本还能这么改？这剧本可以这么改，大女主剧如今更吸引人。那报酬是多少？之前给男主开的是2万，咱们这个毕竟是保护动物，能不能参与拍摄我还得往上面问问，如果能拍摄的话也是2万。成交。你不是还要考虑考虑吗？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你不问问紫貂的意见吗？他没有任何意见。今日任务已完成。什么玩意儿？任务就完成了？差点忘了，这些人都上了香了。恭喜宿主获得72变之通幽。通幽是什么技能？宿主可以通过此技能与鬼神交流。这听起来倒是像真道士的神通了。由于你刚刚让剧组人员给真武大帝上香，也算是变相的完成了弘扬道家传统文化。恭喜宿主，人气值达到了80点，获得新手大礼包。怎么涨得这么多？就在这时，举着直播手机的柳如烟走到了你的身前。朋友们，我们换了一个主演，你们绝对猜不到这个主演是谁。看来刚刚多出的人气值都是来自这里了。系统打开新手大礼包，恭喜宿主获得黄庭内景经1本，固元丹3枚，玄铁10斤。黄庭内景经是什么东西？黄庭内景经相当于内丹术修行功法，释放术法和神通就需要用到功法修行出来的灵气，而现代社会灵气匮乏，就需要用到丹药灵米以及其他辅助了。以宿主如今的实力，是不太可能释放完整的通幽神通，只能和鬼神进行模糊的交流，类似于信号不好的语音电话。想要实现视频电话的效果，还得宿主开坛做法。想要跟大圣一样脚踩一下地面换一声土地老儿出来，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不过宿主现在倒是可以正常使用阴阳眼。闻言，你单手结印打开了阴阳眼，结果就看到大门外有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站在那里。见状，你急忙朝着老太太走了过去。老太太，你是怎么上来的？这山可不好爬啊。不过老太太的耳朵好像是听不见，于是你手指比划，想让老太太进去坐坐。老太太摇了摇头，又指了指正对着大门的真武大殿。见状，你顿时明了，转身又回到了道观中，正遇到柳如烟拿着手机出来。道长你好。你面对镜头挤出灿烂的笑容，结果你发现自己的人气值果然涨了许多。不过你也没打算一直蹭人家流量，于是笑了笑便走了回去。柳如烟拿着手机走到你刚刚的地方，刚才看着道长在这边和一个人聊天来着，不过可能因为视角原因，没有看到他在和谁聊天。道长不会是一个人在山上待的时间太久了，导致已经开始有虚拟小伙伴了吧？就在这时，雕爷忽然窜了出来，左文文右秀秀的就来到了墙角，然后直立而起，佝偻着腰，滋滋乱叫。雕爷在做什么啊？直播间的观众们提醒道：“
他好像在说些什么。柳如烟见状，急冲冲跑进道观，把你拉了出来。他是不是在说什么？道长，你能听出来吗？有了通幽术的你还真能听出来。他说的是，你看我像你奶不？柳如烟闻言顿时脸色一僵，可还没等他说话，弹幕已经爆炸了。这道士真是缺德到家了。如烟的奶奶上个月刚去世，这年头什么人都能当道士了吗？你一看柳如烟的脸色不对，急忙解释。别误会柳如烟女士，这真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转达了雕爷的意思。雕爷的原话比这还难听，而且雕爷这话是边上这个老太太让他帮忙转达的。他耳朵不好使，嘴里说的话也模糊，只好先拜托雕爷。闻言，柳如烟的脸色愈发难看，转身就进了道观。你伸手拎起雕爷，笑骂道：“看你做的好事。”柳如烟关闭直播，找到李导。导演，我想哭，我不想演了。你有什么委屈可以摊开了说，不要拿这种手段来作践我。柳如烟抹了抹眼泪，把刚刚的事说了出来。李导沉思片刻，大骂道：“东东这个狗东西，真不是个东西！”闻言，你咳嗽两声走了过来。李导眉头一张，语气一转：“他毕竟是在册的道士，道行深厚，这里面恐怕有什么误会。”你拱手一礼，然后说道：“李导英明，这里面确实有误会，一切都是这个畜生干的。”说罢，你把一脸无辜的雕爷丢在地上。雕爷径直地爬到了柳如烟的肩膀上，然后用脸蹭了蹭柳如烟的脸。一只雕哪里会说话？分明是人的意思。李导闻言脑袋都大了，感觉自己成了小学老师，除了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得充当判官。解释一下吧。墙角边有个老太太，你们可能看不到，但我和雕爷能看到。然后雕爷就过去问老太太要干嘛，老太太说来找孙女，雕爷就说我帮你找。柳如烟闻言顿时急了：“你胡说！我奶奶上个月就去世了，拿已经去世的人开玩笑，你还算是个人吗？人死之后，如果有什么执念的话，会在现世徘徊一段时间，这也不能算是封建迷信。因为人的脑磁场本身就有一种能量，如果这股能量足够强的话，死前用生物电构作一个坚固的磁场，是能够让所谓的魂魄暂时存在。而所谓的头七，大概是7天之后是磁场最强的时候。实际上过了头七之后，磁场是会逐渐减弱，然后逐渐消失。这个过程有时候会长达数年，有时候过了头七就消失了。闻言，李导人都傻了。道长，您还讲科学呢？李导，我好歹也是本科毕业，正儿八经的道学院毕业。说罢，你又对着柳如烟继续说道：“老太太这么长时间还没走，估计也有什么话要和你说，你自己先回忆回忆。我下山买点五色米和纸钱蜡烛，到时候让你跟你奶奶见个面。这真武大帝在这里，你奶奶都不好进门，只能在墙角边上待着。”柳如烟忽然捂着耳朵尖叫起来，然后转身就走了。道长，您这就有点畜生了，开玩笑没个度的。要不我先带您去看看那老太太，我感觉老太太没啥恶念，不然真武大帝虽然不管事儿，但也不是泥捏的。李导闻言一身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子不语怪力乱神，咱们这个剧组讲究一个科学。这样吧，今晚上我开坛做法，你们都跟着看看吧。正好今晚上是月圆之夜，趁这个机会老太太也好满足了愿望去投胎，不然一直这么待着也不是个事。你到底还要装神弄鬼到什么时候？我也不想惹火上身啊，可我都答应了老太太，总不能食言吧。况且老太太都这样了，还要说些见最后一面，我这不能这么不通人情吧。李导强忍怒气答应了你的要求，表示他们再相信你最后一次。如果今晚发现你骗了他们的话，那他就只能报警抓人了。闻言，你举手对真武大帝发誓，如果你是在骗他们的话，就会遭受五雷轰顶。雕爷闻言也一脸庄重的举手发誓。李导面色阴沉的看了一眼你们一人一雕，嗯了一声后转身离开。你说我好不容易做一次好人好事吧，还被人误会了。走吧，阿雕，我们下山买东西去。而柳如烟这边还在跟闺蜜们吐槽，我们今天下午就能到你那里，你放心，我们肯定为你出头。就是区一个臭道士，他得感谢现在是法治社会，不然我非得让他吃苦头。不过听你的描述，好像还真有那么点意思。这道长不会真的有说法吧？有个坤的说法，他要是这么有手段，会在这么荒凉的道观里边。这是好不容易见到来了个肥客，磨刀宰人呢。你看着吧，等到晚上他一定不会让你看到老太太，而是让自己替老太太开口，然后用网上搜到的一些信息冒充老太太骗取你的信任。等你真信了他能和老太太聊天，那钱花出去才叫一个流水呢。这好像是针对我的杀猪盘，是看我有钱想要从我身上敲下一点来。不过我能和网红公司解除合同，而且还不被爆出任何黑料。你真觉得我是软柿子了？柳如烟想到这脸上开始浮现自信。你们今晚直接过来吧，到时候你们偷偷在一边开直播，正好我揭露这个骗子，让他在全网出名。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可你却迟迟没有出现。这都天黑了，这小道士怎么还没回来？不会是跑路了吧？不会，这道观属于私人财产，如果是进行开发的话，价值不会太低。是个正常人就不会因为这种事情把道士这个职业和道观给丢掉的。这三人都是柳如烟的好闺蜜，在柳如烟的描述中，三姐妹对你都没什么好印象。就在这时，两个老头从道观外走了进来。当第一个老头看见一群人站在门口后，当即就嗷了一声，大喊道：“我就说这小伙子没安好心，这是要割我老头子的腰子！
这小团队都准备好了，老兄弟快跑啊！老头正要转身，就看到一人一雕挡在门口，嘿嘿一笑。那雕还人立而起，嘴角露出一抹冷笑。老头见状心里一惊，你没好气的把雕爷一脚踹到了一边去。大爷别怕，这都是借宿的香客。我之前不是说今晚上开坛吗？就是为了给他们开坛的。你这是顺带的。原来这两老头是你在买道具的时候撞见的。正巧李老头手里拿着一根桃木做的拐杖，而且还被阴魂滋养过，这可是开坛做法1等1的法器，但也是李老头老伴留给他唯一的念想。在你答应今晚能让李老头见他老伴一眼后，李老头半信半疑的就被你忽悠上来了。随后你把蜡烛点上，对边上的李老头伸手道：“大爷，拐杖借我用用呗。”李老头不情不愿的把拐棍给了你。柳如烟也赶紧让闺蜜们拿出手机开始直播，而你这边正拿着桃木拐棍深吸一口气。李导却在此时打断你：“道长，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不知道我们待会儿能不能拍摄你开坛的全过程？当然没问题，你们甚至可以剪辑一下，发个宣传什么的。但是不会有什么忌讳吧？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需要肖像使用费，给个几百块意思就行。”好的。李导虽然嘴上答应的爽快，但是心中早已开始对你破口大骂：“你个死道士掉钱眼里面去了！我就知道你搞这些都是为了钱，亏我看你的架势，还真以为你能办点真事儿。不过一会儿我们得安排一下情节。”这样那样。你听了李导的想法后也是明白了，他是想要借着这个阵仗拍摄一下剧情中的某个片段，你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当然没问题，反正到时候除了相关人之外，其他人也看不到这两位老太太。一切安排妥当后，你拿起毛笔开始画符，随后嘴中低声念诵咒文。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光修幻界真无神通，三界内外唯道独尊，体有金光普映无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包罗天地，养育群生，手持万变，身有光明，三界是为无敌四应，万神朝礼，一时雷。这一段咒文是玉书赤邪咒，主要是为了避免请神的时候请来一些孤魂野鬼。随即你一手结印，一手拔黄纸。演员就位，等我口令。李导刚吩咐完剧组人员，一转身就看到了一个老太太站在面前，笑呵呵的对他点了点头。李导见状，两眼一翻睡。卧槽啊，老李，真是你老伴儿啊！老李家那口子啊，不是我一直要赢老李，是老李棋艺确实不好啊。你要带就带着老李走吧。柳如烟这边人都已经傻了，奶奶，其他3个闺蜜傻了。大哥，你开招之前没有前扬吗？两手一拍，说来就来啊！你怎么不铺垫一下啊？李老头此时一脸呆滞的看向老太太，老太太笑呵呵的和老李说：“你老头子后悔了一辈子，到了最后还是有贼心没贼胆啊！说等我死了还找个新老伴儿，我都死了1年多了，你怎么就不找呢？”我现在就找。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娶了你，天天除了念叨我就是念叨我，没了你我耳根子清净的很呢。我这辈子后悔过许多事情，最让我感觉到幸福和不后悔的，就是当时回城里的时候没听父母的，跟你留在了镇子上。说完，老太太就消失了。老李呆滞的四面环顾，老婆，我后悔啊！我怎么就这么嘴硬呢？你说都最后一面了，我怎么还是这么摸不开面子呢？我这是故意气你的，我就是想让你多在乎我一点。老婆，我最值得说道和幸福的事情就是娶了你呀！老太太听到了，是我道行太浅，今天就只能让老太太说2句。你要想要有其他话，明天再说。还有明天？只是暂时我借的力量到时间了，让老太太无法呈现能够让你们看到的形态了。老太太现在就在你面前，只是你看不到了而已。我早就说过，大家要相信科学。你的意思是，我刚才嚎的他都听见了？不止都听见了，而且还都看见了呢。老李闻言一口气差点没上来，而柳如烟就静静地站在你身后。因为柳如烟奶奶没有桃木拐寄宿，所以只显形了2秒半就消失了。我奶奶竟然跟着我走了接近1个月，风吹日晒，跋山涉水，而我却毫无察觉。甚至在我住进道观里面的时候，我奶奶还会站在道观的墙边等我。想到这里的柳如烟心就痛苦的无以复加。道长，我能和我奶奶说会儿话吗？我刚才也和老太太交流了一下，先让她寄宿在这个桃木棍上，但是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我们都讲究科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比较主观唯信主义。那老太太有话要跟你说，所以她就一直在。但如果老太太和你说完话了，她没想法了，就真的要走了，我给你1天的考虑时间，你确定要和她说话吗？说完话就真的走了。遵从本心。交代完后，你转身就去找刚刚开直播的手机，不过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道长，您找什么呢？你们刚才的直播多少人气了？拍到我的正脸了吗？刚才一开播没太久，就因为封建迷信给直播间封了。那时候您还没开始画符。闻言你顿感无语。我说我玩活了这么半天，还去安慰了一波老李，给柳如烟说了这么多有哲理的话，合着是我在演独角戏。雕爷见状大笑起来。就在这时，李老头来到你的面前。道长，这是我家传的一些宝贝，是当时我老伴下乡时候带过来的一些嫁妆，
您看看有没有能用得上的，或者您全拿走也行。我晚上和老派商量商量。李爷爷，让您跟奶奶见一面，是租用您拐罐的报酬。这些东西……话音未落，你在通幽视角中就看见盒子里有东西在发光。见状，你在盒子里扒拉出一枚铜钱，这是乾隆年间的通用法定货币。你拿着这枚铜钱对李大爷说道：“这拐棍和这枚乾隆东宝，我花1000块买，您看可以吗？您也可以找那个开门的博主给您开下门。”乾隆通宝的市场价大概都在200块左右，当然这个桃木棍价值可能高一些，毕竟这算是挺好的法器胚子。老太太性格脾性好，您平时也爱护，给温养的不错。但是我目前也拿不出更多的钱，因为我现在手里拢共就3000多块钱，其中3000还是前2天李导刚给的，另外这些都是我自己种的米，里面蕴含天地能量，您吃了之后对身体也好，算是我用这些米跟您换的这砖铜钱。第二天一早，李导就拿着2万块现金找到了你。这是剩下的场地租用费和演出费，先给您结清。然后我这边和剧组商量了一下，想要聘请您当我们的男主角。男主角？男主不是雕爷吗？是的。所以想要聘请您饰演雕爷人形态的时候，见你还是满头问号，李导给稍微解释了一下剧情。听到一半，你突然出声打断：“打住！我明白了，偶像剧是吧？您英明。”你短暂思考后问李导：“我帅吗？”帅，但是跟屏幕前的观众比还是差点意思。闻言，你的嘴角都快有些压不住。我可能真的有这方面的潜质吧。那我就勉强当一下你这个男主角，您答应了就好。我晚上给投资人报备一下，咱们明天就正式加入剧组。待遇提前和您说一下，网剧拍摄按集付费，报酬也是按集给的，一集给您500块钱，一共是30集，全包是15000块钱，税后您到手大概是12800。当然具体数字可能有些许不同，不是钱的问题，是您这是为了艺术，是我想要出名，我要弘扬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道教的玄妙。昨晚虽然直播间被封禁，但你还是涨了200多个人气值。虽然离飞天遁地开山倒海依旧遥远，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能成为小沈阳那样红极一时的男星，那想来距离神仙境界也不远了。李导沉吟片刻，好像明白了你的志向。是这样的，道长，您在拍摄的时候最好不要施展真功夫。昨天晚上拍摄您开坛，尤其是老太太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您的磁场转动，一台摄像机的镜头爆了，亏了2万6。不用您赔，再有下次就该您赔了。下午的时候，李导不知道给哪个投资人打了个电话，电话回来他脸色有些晦涩。那个道长，投资人给找了个新男主啊，说是天师府那边的道士，也是最近网上挺火的一个网红道士。天师府的高徒。李导点了点头，拿出手机播放短视频。你定眼一看，就见一个年轻道人在呼风唤雨，这一看就知道这风和雨都是剪辑的，而且还都是些5毛钱特效。他走的是颜值路线，粉丝大都是女粉，战斗力高且消费能力强，刚被圈内的顶级 MCA 公司签下，准备推出当一流，但是直接进军影视圈没资历，缺少个跳板，投资人就丢到咱们剧组，让给草个资历，顺便看看表现。传言背景不简单，好像是天师府的公子哥 ，MCN 公司也不敢轻易当做韭菜对待，给的都是正常合同。前几天咱们剧男主角走了，我和投资人报备了一下，换成雕爷。今天上午又打电话准备加上您的时候，投资人说这个道士角色正好给他铺路，说是好不容易才塞给人家的一个卡位，能帮咱们这个剧吃到不少流量。那你给我那钱还用退吗？不用，这属于我违约，我们承担这个责任。那我这边就没问题了，看来只能自己先把个人直播搞起来，就开日常修行类，然后蹭一蹭剧组的流量。还有个问题是，开坛做法会把摄像头烧坏，这是什么原因？是只有通庸这一个术法是这样，还是所有的术法都这样？正好到傍晚还有一段时间。你转身回屋琢磨修行的事情去，而此时的柳如烟正陷入人生重大选择题中。如烟，你是怎么打算的？要不要见奶奶最后一面？我觉得得见一面，不然只能是奶奶看着如烟，如烟有话也不能和奶奶说。见一面吧。奶奶之所以等这么长时间，也是因为想要和如烟说些什么。就算是这么拖着，奶奶很快也会消失的。柳如烟其实也早就做好了决定，但心中还是有一些希望在的。道长的道行这么高，那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奶奶一直陪在自己身边呢？柳如烟说了自己的想法后，3个闺蜜都觉得她有些想多了。道长很年轻的，而且可能接触人不多，有些白。他如果能办到这种事，一定会忍不住炫耀的。而且道长现在之所以没出名，完全是因为他交际圈少，有这种神奇的力量。他以后肯定和咱们不是一个阶层的，这有可能是你唯一求道长办事的机会。如果得寸进尺的话，万一道长生气，让你和奶奶连面也不能见了呢？准备一下，一会儿要开坛了。好的。你说这道长这么牛逼，怎么还窝在这种地方？要不是柳如烟的奶奶恰好跟过来了，咱们可能走了都不知道这道观这么牛逼。你管人家怎么想，反正人家这么牛逼的人，咱小心伺候着就行了。也不知道咱们之前队长态度不好，道长会不会记恨咱们？你说咱明天不会莫名其妙被饭噎死吧？道长应该没那么小心眼。那换新主角的事情你听说了吗？换道长吧，李导的意思我能明白。咱干这行的就是信这种东西，要是有个道长在剧里坐镇，咱去其他的鬼宅凶屋里面取景的时候，心里面也安稳。不是这事儿，是明天咱剧组要来一个真天师，据说是天师府正儿八经的传人。我操，这太虚观的观主都这么牛逼了，
那天师府的不得是踩着云才飞过来的？两人正吹着牛逼呢，就看到副导演带着2个男子过来。快过来帮忙拿一下东西。这2位是张希言、张少的保镖，提前1天来收拾环境的。今天晚上道长要开坛做法，还挺专业。2位要不要一起去看看？这是拍摄什么剧情？需不需要少爷后期补上？不过少爷不太喜欢后期补拍，他比较反感这种后期抠图对台词的行为。这倒不是，用不着主角后期补拍。而且这也不是拍摄，就我们组里一个小姑娘的奶奶跟着剧组来山上了。道长人好，决定让小姑娘和奶奶见一面。闻言，张龙和张虎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道具和摄影把东西搬到宿舍后，转身就走了。这里有个道士要准备骗人，那和咱们有什么关系？他骗他的，咱们干咱们的。前2天老天师被什么皇家赌场骗去10万块钱，也不见你这么着急，你还吭哧吭哧笑。差点让师叔掏出皮带来抽你。张龙见四下无人，于是解释道：“他是这个太虚观的道士，那咱们也是道士，而且明天少爷就来剧组了。到时候万一爆出这个道士骗人，那些无良媒体不会说是斩龙院道士骗人，而是会写成某某剧组某道士骗人，这样火就会往咱们少爷身上引。如果这道士真骗了人，对咱们少爷的影响不好。你怎么能一口断定人家就是骗子呢？见了鬼了！你在天师府有见过人能把亡魂召回来，然后还能和活人说话的吗？没见过。那你觉得这件事天师都做不到，随便一个野外道观的道士就能做到，这合理吗？这个道士可能连正式的证书都没有。你是说这是个招摇撞骗，败坏咱们道教和天师府名气的败类？那咱们得阻止他们，不能让他们上当。张龙看张虎终于懂了，缓出一口气。2人一拍即合，赶忙向着道观走去。老李今晚上怎么没来呢？昨天回去老张多嘴，给自己家媳妇儿吹牛逼。他媳妇儿是老李的小姨子，是昨晚上那老太太的亲妹妹。一听就觉得是老李上当受骗了，连夜就给老李的儿子打了电话。老李儿子今天中午回来就给老李控制住了。老李让我们过来带个信儿。你听完这大爷的解释，倒是能理解这些年轻人的想法。这年头就属老年人和女人的钱最好骗，但关键是我不是骗子啊，不会明天来找我要乾隆铜宝和桃木棒吧？那可是我等价交换的，我的灵米也很贵的，好吧？随即你叹了口气，自我安慰道：“今天先把柳如烟的事情解决了。老太太这个事情拖了好几天了，天天跟我念叨。”眼看太阳落山，你开始运转黄庭内景经，其他人见你开始运气也都聚拢了过来，尤其柳如烟的神色最为激动。可还没等你进入状态呢，就听到李导那边低声说道：“道长，这边天师府的人找您有话要说。”天师府的人？我们太虚观是神霄派的，和他们正一派1毛钱关系算不到。他们找我做什么？难不成是要做道法交流？可我们都退出那个气体源头大会好多年了，但找上门的也该是早就投身演艺圈的茅山派才对。因为香港电影的火爆，让茅山派早早就吃到了互联网时代的红利，现在都力压全真重阳楼，隐约间都能与正一天师分庭抗路。前2年的道教大会就是在茅山举办的。不过这正一派的来找我做什么？想不明白的你也不准备想了，直接跟着李导来到2个壮汉身前。道友，今晚上这招魂大会别做了吧，我们少爷明天要过来，万一有媒体跟过来，传出些不好的名声，最后还得是我们少爷替你买单。我开坛做法和你们少爷名声不好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张龙只能给你解释一遍那些无良小媒体的常规做法。你们少爷也是个道士，而且是准备以道士这个身份出道，但是你们和影视圈那边的关系又不太亲切，所以想要走现在的网剧流量。你们既想要流量，但又不想吃黑流量，是这个意思不？重点不是我们吃不吃流量，重点是你骗人这个事情，最后的恶果会让我们少爷承担。我们澄清所需要花费的力量，以及我们吃到的这个流量，和我们付出的名声代价完全不成正比。还有就是你最好别顶着道士这个名头骗人，我们天师道是有官方的身份的。如果你继续借用道士的身份去给群众百姓做这种败坏我们整个道教名声的事情，我们即便是不报警，也会通过内部的条例条规将你开除道籍。闻言，你整个人都傻了。我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也1分钱都没有收，为什么你们一口咬定我是诈骗呢？兄弟，我就这么和你说吧，我虽然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手段去买通剧组跟你一起演戏，但现在是科学社会，而且我们2个还是内行人中的内行人，我们太清楚你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伎俩。你就此打住，我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若你非要一意孤行，就别怪我们2兄弟不客气。这样吧，2位道长，你们亲眼过去看看，是真是假，你们一看便知。不行，谁知道你要耍什么花招？你身上这层皮还是别穿了。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合法的道籍，但从今天开始你没有了。我懒得说，你们也不配听。说罢，你直接来到法坛面前准备开坛。张虎见状本想上前阻止，但却被张龙一把拉住。既然他们非得要做，那咱们就把全过程录下来，有证据在，谁也黑不了咱们。还是哥哥你有心思啊。而柳如烟这边依旧是十分紧张，3个好闺蜜也是早早都打开了录像。昨晚到了关键时候，摄像头竟然黑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录下来。要是能录下来发到网上，我的营销号不得爆火啊！你对着柳如烟再进行了最后一次确认，想好了吗？我要见戴奶奶最后一面。道长，可不可以让我奶奶和昨天的李奶奶一样，寄存在某种东西里面，让它多存在一些时间？我先问问。
随即你便开始画符点香，拿着桃木棍当天线往天上一抖，上面很快就回话了。行是行，但是你目前还不行。闻言你也明白这是自己道行还不够。像李奶奶那种情况属于机缘巧合，死后寄身在生前的拐棍中，而如烟奶奶没有任何寄身之所，只是由执念支撑，原本也就撑不了多少时间。想要让如烟奶奶寄身莫物长久存活下去，起码得内丹境界，或者是炼气化神的境界才能办得到。可我却连炼精化气都还没入门。想到这的你不由得苦笑一下，将自己修为浅薄的事告诉了柳如烟。柳如烟虽然眼神难掩失望，但还是谢谢你能让她见奶奶最后一面。那就开始了。见状，李导精神一振，急忙招呼摄像开机。张龙、张虎也站在一边准备看你的笑话。随即你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开始施法。2分半钟后，你施法结束，但柳如烟的奶奶却没有出现。见状，大家都沉默了，你只能又给祖师爷发了个信号。咋回事？你灵力太少，经脉太细，撑不住他现身。一边的张龙、张虎都已经要笑出声了，其他人也都严阵以待盯着你。见状，你只能换个折中的法子，先让老太太和柳如烟说上话再说。于是你单手结印给柳如烟点上了阴阳眼，顿时一个满脸慈祥的老太太出现在柳如烟面前。看到熟悉的身影，柳如烟瞬间泪崩。我操，这演技也太逼真了，确实，就和真的有个人在面前一样。你看着众人懵逼的表情解释道：如烟奶奶比不上李奶奶福缘深厚，已经处于消散的边缘，我道行不够支撑她显形，只能让如烟自己看到。剧组人员纷纷表示理解，只有摄像的表情有些不对劲。又坏了，导演，明天还得再换一个镜头。而你此时则是在思考修为的问题。如果把我一天产生的修为计算为1单位的话，想要支撑李奶奶显形只需要1个单位，但如烟奶奶就需要至少20个单位。目前我身上总共也就3单位的修为。还不等你细想，就听到一个大嗓门喊道：你这道士在搞什么？演无声默剧吗？就这种把戏还想要骗人？张虎大大咧咧地走过来，看着满脸泪水的如烟，演技不错。说罢，张虎看向你冷哼一声，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你反手就给张虎也开了阴阳眼。张虎只感觉眼前一白，紧接着就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在和柳如烟相拥痛苦。张虎猛然一阵扭头看去，又看到了身后金光闪闪的真武大帝。天尊显圣，休得无礼！我道家供奉的乃是三清祖师，你个宋代才成尊的真武算个锤子！我操！哥们儿这么勇的吗？结果你话音刚落，就看到张虎被一股神秘力量猛地压趴在地上，嘴巴大张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你当然知道这是真武大帝出手了，可在其他人视角里却又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只看见你微微一挥手，随后张虎就被猛地按在地上。仅仅就是挥了一下手啊，这就是道长的真正实力吗？咱们能安然无恙的活到现在，看来还是道长仁慈啊。没事，道长不是小心眼的人。就算是针对，也会先针对李导。闻言，李导只感觉今晚的风格外喧嚣。他看了看趴在地上说不了话的张虎，又看了看淡然站在法坛面前的你。此时的你，在他眼中是那样的风轻云淡，胸怀太虚。显然，道长是对张虎这种事情习以为常了。不过，这并不代表自己能对前几日的冒犯毫无表示。想到这的李导突然弯着腰虚声开口：“道长。”而此时的你正好想到一个好主意，只见你小手一直打断道：“明天中午吃牛肉怎么样？”李导虽然不理解此时的你为什么突然提起吃牛肉的事，但还是顺着你的话说了下去：“牛肉好啊。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明天剧组的午餐就吃牛肉。”闻言，你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你指了指依然趴在地上的张虎，对张龙说道：“你这个同伴对大帝不敬，你带去后面睡一觉就好了。真武大帝虽然不是什么性格严苛的神，但你们明天早上起来还是记得给上柱高香，连着上个3天，表达一下诚意就行了。”此时，张龙的心中已是翻江倒海。这种力量，难道真的是？而此时的柳如烟正一脸泪水的来到你身边。多谢道长，我奶奶已经走了，她没怪我没去看她，她说是怕我心里后悔，觉得自己当时吼她心里过不去，留下心结，所以特意来告诉我，她没有在乎这件事情。她说只要我过得开心就行。说着说着就开始哇哇大哭了起来。此时的你只感觉身上好像有蚂蚁在爬，只能用求助的眼光看向李导。李导瞬间明悟，给了你一个放心包在他身上的眼神，然后领着柳如烟就进了你的房间。见状，你的头上突然冒出来很多问号。不是哥们儿，他去我房间住，我特么住哪儿？而李导这边则是一脸无奈的看向柳如烟。行了，别装了，一会儿道长进不进来我不好说，反正我就帮你到这儿了。道长虽然不太接触这方面的事情，但修道之人清心寡欲，不一定能看得上你。今天这事儿过去，你也别再和我闹了，我欠投资人的人情也就到这儿了。柳如烟嗯了一声，开口道：“和道长炒绯闻，肯定比和张希言炒绯闻要强一些。到时候只要把道长的事情稍微宣传一下，肯定能冲上娱乐榜热搜，这可是真正的伟力啊！道长如果出事的话，必然是各种达官贵人的座上宾。如果能成为道长的枕边人，哪怕是情人……”听到这的李导忍不住开口打断道：“你也看到了那个保镖的下场，这位道长是有真功夫在身上的。试一试又没关系，道长心地善良又好接触。”而且又是长期住在山里，心思也比较单纯。再说了，比起代价来说，难道和张熙元传绯闻代价就小了吗？我就劝你2句，别玩脱了。今晚要是道长不进来，你明天还是找张希言。张家小少爷的粉丝量可比道长强多了，而且给小少爷传绯闻，张家的大少爷没准也喜闻乐见。我和你爹的关系不错，我最后就劝你这一句，剩下的我也不多说了。我明天就去找道长谈谈，
想办法让道长同意咱们拿他做点文章宣传宣传。李导刚出门就看到你站在院子里看着月亮发呆。道长还不休息啊？今天都累了一大天了。我倒是想睡啊，问题是特妈我房间哪儿去了呢？怀民亦未贫，相与不于中庭。来，一起溜达溜达。李导莫名其妙就被你拉去溜达，溜达到道观外面的时候，你突然停下脚步，满脸踌躇。我要是直接说想在剧组拿个角色，然后给我买点热搜，是不是太直接不礼貌啊？而此时的李导也是心中猜测，忐忑不已。道长不会是看到了柳如烟的事，想警告我少做些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吧？道长不会生气吧？算了，要不然还是别拿道长的事情做文章了。这种隐士应该也不喜欢被外界打扰。虽然此时道观外面只有你们二人，但却有着800多个心眼子。不就是想出名吗？这有什么不能说的？而且我这是传播传统文化，又不是搞什么坏事。我要是兑换出了易筋经或大还丹配方之类的东西，那是造福全人类的好事儿。我出名等于造福全人类。想到这里的你咳嗽2声，清了清嗓子。李导瞬间警醒，网剧应该也有不少受众吧？李导内心闪过18种想法，终归是不如大荧幕和大舞台。像是小沈阳，当真是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网剧体量很小的，而且观众基本不认演员，只认剧情。放心好了，道长，您不会太出名的。你嗯了一声后陷入沉默。不会有太多受众，但总归是有啊。可惜男主内定了，我直接要男主角是不是太不要脸了？导演现在能心平气和的听我说话，应该也是看在我有点能力的面子上，不然的话，堂堂一个导演，半夜不睡觉和我遛弯。我之前和他提到过我想出名，他应该懂我意思。我如果说我不要钱，能不能拿一个主要的角色演演呢？咱们剧组里边有没有不要钱甚至自己搭钱也要来演戏的演员？还有就是他们出名的概率大吗？闻言，李导心中辗转万分。看来道长这是担心有人没拿剧组的费用，然后出现拿道长炒作蹭流量的事情。毕竟没拿钱就代表没签合同，这种人的保密性也是最不可控的。放心吧，道长，我们剧组没有自费演戏的，也没有传闻中那些娱乐圈的黑手段。我们剧组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能者上庸者下，而且都签了正式保密合同，先拿钱后演戏，不会有人乱嚼舌根传剧组黑料的。出名的话，演技好自然会出名，不会有人背后搞那种场外炒作之类的东西。这么正规啊？要不帮李导也见见他奶奶？不过李导的奶奶岁数应该很大了吧，估计都已经投胎了。而且我通幽的术法等级不高，目前还没办法和城隍鬼差等沟通，怎么样才能让李导松口，把我塞进剧组成为一个重要配角呢？你想半天也想不通，于是就直接开口问了。李导，我想演戏，您能帮帮我吗？这个，您是想出演我们网剧里面的角色吗？闻言，你兴奋的点了点头。其实最合适您的肯定是男主角，毕竟您和雕爷心意相通。但是张少那边，他是投资人那边找来的流量明星，投资人那边也不想看到这部短剧的投资打了水漂，所以主角我是真给不了您，稍微露脸一些的配角也行。我想要先积攒些人气，先把人气做起来，之后再一步一步踏入演艺圈。您这是想要逐梦演艺圈啊？对，我要成为全民偶像。李导想了许久后，忽然一伸手，我想到了，目前有个剧组还在找男主角，也是同一个投资人，我明天帮您问问，您看怎么样？太谢谢您了。哪里，您都把道观借给我们拍摄了，这点小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我也算是如烟的长辈，您帮了如烟这么多，我帮您这么一点，我还觉得不够呢。最后今晚的溜达在你们二人皆大欢喜中悄然结束。李导回到房间后，立马就给投资人打去了电话。许哥，我李大山，是这样的，我们这边不是借用道观吗？这个道观主人家是个影视迷。李导将事情全过程给投资人讲述后，那边沉默片刻后传来声音：大山，你别是中了道长给你下的套了吧？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呢？我在这行业沉浮多少年了，我能上当吗？虽然我确实没拍出什么成绩，但是这认人的本事，你就说我有没有吧？我就这么跟你说，这道长绝对有真道长。我这也是考虑到了你这些时间是不是也遇到了什么事情，老是往佛啊道啊这边靠，我这才跟你说一说，你让道长给你看一看，没准就能找到病因了呢。你确定是真有道行？我还能骗你不成？你不信的话，可以明天给如烟打个电话，道长让他亲眼看到他奶奶了。行，我信你了。大晚上的就别说这种话题了，明天我请的茅山大师先过来。这样吧，5天之后你带他过来，真本事假本事我一看就能看出来。这要是真大师，别说是演男主角，就算让我掏几个亿给他捧成角，我眼睛也不带眨一下。第二天一早，张虎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龙哥，发生什么事了？你小子可算是醒了，我还以为你被那道士给弄傻了呢。你小子胆子是真亏大，竟然敢那么说真武大帝。张龙将昨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听完张龙的描述，张虎也是有些目瞪口呆。我当时应该是中了邪了，可这真武大帝也确实不如咱们三清祖。还没等张虎把话说完，张龙一个闪身就捂住了张虎的嘴。你小子不要命了！真武大帝距离咱们现在直线距离不到50米，你要是真想死，千万不要带上我。虽然你小子的做法有些蹊跷，但你小子这个性格我是理解的。不过你做出这种闯祸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赔罪的。不管怎么样，先跟少爷通通气吧，少爷那边应该是有说法的。闻言，张虎拿起手机拨通了张希言的号码。少爷，我是张虎，我们遇到麻烦了。过了1坤秒后，电话那边传来一个慵懒的声音。细说。张虎语无伦次，结结巴巴的将昨晚的事讲述了一遍。说罢，只见电话那边停顿2.5坤秒后传来3个字：转张龙。张龙的描述就稍微清晰了一些，还补充了许多细节。张虎，你先收拾行李回龙虎山，不管真武大帝成道先后，那也是我道家的神仙，不是你能侮辱的。回到山里之后，先禁食3日，
为真武大帝焚香诵经，之后再禁言3月禁闭半年。好的，少爷。张希言挂断电话后开始琢磨这件事情，千万别是那种新型的致幻剂，不然我可真要为民除害了。我如此想要演戏进军演艺圈，又何尝不是因为无法在现实找到神鬼的分毫踪迹，才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满足我的些许心理。少爷，发生什么事了？一个身穿道袍的中年道士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本泛黄的古籍，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各种符咒和经文。此人名叫张道玄，是张希言的师叔，也是张家这一代道行最高的道士之一。他此行跟随张希言前来，一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二是为了指导他修行。张希言对张道玄3言2语解释清楚发生的事情。闻言，张道玄眼中露出兴奋，看来这道士有些手段，我倒是迫不及待的想去会会他了。随后，张希言叫来一个壮汉，吩咐道：“查一查这个斩龙观和他的观主。”壮汉应了一声后转身离去。片刻后，壮汉就带着资料回到张希言身边。这太虚观祖师据说和刘伯温有些渊源，学了一手斩龙走水术，能止洪涝。他死后，太虚观就世代被他的子孙传承。说罢，壮汉又提醒道：“不过民国时期，太虚观有道士参加了抗战，建国之后有大校军衔，授钱之后就告老回乡。这人就是当代观主东东的亲爷爷东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可能是因为手续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观主东东并没有任何官方认可的道士身份，也没有在道教协会注册登记，已经处于被道教除名的阶段。再有半年，依据现有条例，无主壮观就该收归国有了。你的意思是说，你们2个昨天晚上什么事都没发生？没有，昨天道长都没回自己房间。这对你来说真是牺牲太大了。不过没回房间，道长是去哪儿休息的呢？结果他们一抬头就看到了在大殿门口的雕爷。2个人跟着雕爷来到大殿门前，瞬间惊呆了。只见你双眼紧闭，盘膝而坐，身上一层玉光由内而外的散发，伴随着你的呼吸上下起伏不定。雕爷见状，跑到你的头顶上，舒服的盘了一个窝。而随着雕爷趴下，这玉光气流竟也有一部分分润到了雕爷身上，令雕爷都舒服的哆嗦起来。2缕白气弥漫过来，柳如烟和苏小文不自觉的深吸一口气，白气入体后，就好像是全身都被按摩了一遍，令2人都情不自禁闷哼出声。听到动静的你猛然起身，目光炯炯的看着他们2个。恭喜宿主炼气入门，可额外抽奖1次。恭喜宿主获得72变之奇语。有些普通啊。那个道长，我们吸了您的灵气。什么你的我的灵气？灵气是大家的，这灵气是紫气东来之时，天地之间自然诞生的，并非是我修行出来的。再者，修道就是讲究一个缘法，你们早来一步晚来一步都吸收不到这一缕灵气。雕爷在门外等了一宿，这才等到的这转瞬即逝间的灵气溢散。你们刚来就等到了这一刻，这不是你们的缘法吗？不，道长，不是缘法不缘法，而是那个东西就是传说中可以修行成仙的灵气吗？当然不是，顶多算是灵气溢散之后的一些余韵吧。真正的灵气没有功法的话，给你们也吸收不了，反而会吸引一些孤魂有游之类的东西。随后只见你手中浮现一缕气体，紧接着你手中的灵气又幻化成一团云雾，云雾中逐渐滴落细小的雨滴。你撤出手掌后，雨雾和雨滴依旧悬浮在空中。柳如烟迷茫地伸出手放在雨滴下，冰凉的触感让她的手又瞬间缩了回去。苏小文也下意识地伸出手去试探了一下，真的是水。苏小文只感觉自己10几年的科学白学了。这个祈雨术耗费了我大概不到0.1个单位的灵力，灵力的分量比我想象中要足很多。给普通人释放通幽的灵力耗费，足够我释放祈雨术灌溉200平米的农田半个时辰。这么一想的话，我好像和小说中的宗门杂役弟子差不多了。可惜就是缺少攻击手段啊！神鬼这种东西都有了，没有掌心雷和五雷正底这种东西，总觉得走夜路有些心里发虚。不过现在也是对灵力和人气值有一个直观的量化了。大概10个人气值就相当于1单位灵力。你正要开口说话，就看到面前2女用看神仙的眼神看着你。收获狂热粉丝2个，人气值加20，每日提供。见状，你只感觉发现了新大陆。这系统不愧是道家偶像系统，死忠粉居然每天都能加10点人气值，4舍5入那就是1单位灵力啊！怪不得道教有些人喜欢传道呢。但凡要是有个18000的粉丝，每天坐着不动，过不了几年也能得道有成了吧？随即你咳嗽2声说道：“既然2位居士和我道教有些缘分，那么等剧组拍摄完了以后，我可以给2位居士讲一讲经，看看2位居士有没有进一步的缘分。”2个女孩闻言毫不犹豫的直接点头，一副呆傻的模样，不禁让你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说要帮他们进屋开光，他们也愿意。而此时李老头这边正在接受儿子的审问。爸，你上当受骗了，你还不知道吗？看把你给能耐的，送你去学了几个大字，现在都开始教训起老子来了。你老子我走南闯北，参过军打过仗，下过海流过洋，见识过的人比你吃的饭都多，从小教你都没让你吃多少亏，把你爱人和你的工作安排的妥妥当当。老头子我能是浑人，我要是不精明点，你小子现在还是农村户口，在地里刨食呢。现在倒好，让你小子发达了，给老子教训起来。此人正是李老头的大儿子李开放，目前在一家国有企业担任职位，这还是李老头当副厂长的时候一手给安排上去。好家伙，诈骗骗到我老李家来了，真当我李开放这么多年白混的是吧？要不是小何和我打电话，我现在都不知道您竟然糊涂成这样了。您连佛道这种事情您也信？您年轻的时候可是扛着真枪上过战场的。信佛道和信科学都是一回事儿，你要是真上了战场，真到拼刺刀的那一刻，恨不得真的有10个8个的神仙保佑你。虽然自己心里知道这神仙终究是不如自己，但你是信还是不信呢？一种精神寄托罢了。您就等我调查结果吧，我已经托人在打听这个山上道观的事情了。您呢，还是别抱太大希望，
这道长就是个装神弄鬼的骗子。就算是骗子，我也认了。能让我和你妈多说2句话，就算是把我攒下来的棺材本全给他也值了。外边我已经安排了职工在看着，您这几天就好好待在家里，别想出去了。闻言，老李瞬间感觉被抽干了所有力气，整个人都差点没站稳。你妈可等不了这么长时间，再有几天，我连和你妈说话都说不了了。你是要逼死你老子啊！李开放哼了一声后转身出门，见李开放出来，他的妻子轻声问道：“爸，他怎么了？”没事，忧思成疾，也有可能是精神分裂。这个病症多见于孤独的小孩和老人。本来以为一个大院的叔叔伯伯给照顾应该没什么问题，没想到……见状，李开放的妻子也跟着叹息一声道：“那山上的道观道士又是怎么回事？你问了吗？”我问了市里宗教的朋友，朋友说事情有些复杂。这个太虚观的档案不在市里，在省里。当年观里的老道可能来历不一般。爸都这么大岁数了，可别中了别人的圈套。亏了钱倒是没什么，主要是万一太激动，身体出现什么问题，这可怎么办呢？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两人在外面商量一阵后，准备开门看看老李，结果一进房间，却发现老李早已不知所踪。我亲爹我就知道，他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听我的？他要是能听我的，他就不是我亲爹。说罢，他转身就往外面走，不到半小时就给老李抓回来。被2个职工架着的老李动弹不了丝毫，只能放开嗓子使劲嗷嗷：“你个不孝顺的王八玩意儿，老子当年就该给你糊墙上！”闻言，李开放的脸都黑了，只能再次打电话给市里的朋友，帮我再查查那个太虚观，别查那个老道士了，查一查那个小道士什么来路。而他口中的小道士此时正在研究一件大事，不知道我的狂热粉变强之后，我能不能获得反馈？想到这的你端着2碗灵米就来到了柳如烟和苏小文面前。柳如烟看着碗里比普通大米更有食欲的米饭，竟毫不犹豫就一口全部吃下。谁知道这个时候，柳如烟的另外2个闺蜜也走了过来。道长怎么单独给你们开小灶？你们不会是……闻言，苏小文没好气打断道：“你们心里也太脏了吧！可我们什么都还没说呢。”那，看来有人绷不住了。这米不一般，别转移话题啊！米饭能有什么不一般？难不成是因为道长亲手给你们端来的，所以格外香甜？这米饭吃进肚子，有暖洋洋的感觉。闻言，苏小文顿时有了猜测：难道是灵米？你俩说什么呢？什么灵米1米的？苏小文和柳如烟对视了一眼，他们也不知道该不该和2个闺蜜解释这个东西。苏小文首先开口道：“道长应该不介意自己的事情被发现吧？”柳如烟知道他说的是道长在修仙的事情。按照道长的脾性和表现来看，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件事情被暴露在大众面上。但是那也是道长自己说才行。道长要是知道我给他传风雨话，万一到手的仙缘飞走了怎么办？想到这的柳如烟一脸神秘地说道：“道长的事情我们还是不多嘴了。如果你们2个实在好奇的话，可以自己去问问道长。”就在这时，你突然对着柳如烟和苏小文招了招手：“你们2个过来吧。”闻言，2人眼中止不住的有些喜色。早上刚撞见道长修行，中午道长就给了灵米，莫非这就是缘法？见2人只是被道长招呼了一声就兴奋成这样，一边的唐甜甜和秦冰满脑子疑惑：难不成这2人是被道长魅惑了？随即你也注意到了刚来的2人，于是也招了招手说道：“你们2个也来吧。”闻言，唐甜甜心中泛起警惕：好家伙，这是几个人了？我记得3个人及以上就是聚众了吧？要入刑的啊，大哥。其实你的想法很简单，先看看教导柳如烟他们2个人能得到什么反馈，万一没有的话，就借着4个人的关系，把唐甜甜2人也发展成忠实信徒。一个信徒1天能提供1单位的灵气，这可比我自己修行1整天舒服太多了。带着4人来到真武大殿后，你转身看向柳如烟问道：“你直播的话，一般有多少粉丝观看？”闻言，柳如烟虽然不清楚你问这个做什么，但她猜测是你想通过网络直播来传道，毕竟她也听说过有一种修道方式叫做香火成神道。道长又十分有可能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修仙者，难道是灵气要复苏了？而道长就是那个先驱者。如果我能把握住这次机会，那我的未来绝对不只局限在娱乐圈。想到这个，柳如烟已经决定要紧紧抱住你的大腿，多的时候能有个7、8千。平时直播也就1、2千人。闻言，你心中开始计算，1000人要是都是浅信徒，那么1天也有1000多人气；要是都变成忠实信徒的话，那就是1天1万多人气，相当于1000多单位的灵气值，这起码1天就能顶我3年苦修。想到这的你顿时精神一振，好，你开播吧。而秦冰却在此时打断道：“道长，这不太好吧？不管待会儿你是要做什么，如烟的粉丝中不少都是老公粉，就算待会儿你和如烟不做亲密动作，但只要你出现在如烟直播的画面里，如烟也是会掉粉的。”柳如烟闻言帮你解释道：“道长这么做，自然有他这么做的道理。那倒是我自作多情了。”随后你直接拿出手机说道：“我面对面拉个了小群，你们都进一下。我把《黄庭内景经》的第1阶段电子版发到了群里，还有一套配套的入门动作操，你们自己先看着。如烟，你先把直播开起来。”闻言，柳如烟很听话的就打开了直播，但是却没有理会直播间第一时间涌进来的铁粉，而是低头看向了你发在群里的东西。黄庭内景经。果然。而此时的李导正带着张希言一行人往山上走。听说这斩龙观的观主是个有道行的道士。是的，昨天你们来的保镖估计对道长有些误会，道长小小惩戒了他们一下，等到了山上由我出面调解。
咱们先把误会解除了，就当是给我这张老脸一个面子。当然，李导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但张道玄却并不打算轻易放过此事。等到了道观门口后，张道玄一马当先迈步进门，结果一进门就看见一群人在做广播体操。这一套动作应该是出自于八段锦，里面还结合了太极拳和五禽戏的一些动作，整体下来确实是有些道行。来者不善啊！见状，李导小声提醒道：“这里是人家的道观，你们才是那个来者。”张希言看着站在人群前面的你，沉声道：“此人看起来虽然年纪轻轻，但却有一种得道高人的观感。此人绝对不简单。”直到10几分钟后，你才结束讲解，带着雕爷来到众人身前。见状，李导来到双方中间，开始介绍：“这位是张希言张少，这位是龙虎山的张道玄张道长，这位就是太虚观观主东东子东道长。刚才看到您指导剧组人员练习，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难道刚刚那就是斩龙观独传的修身养性之法？”闻言，你嗯了一声回道：“导引吐纳术，些入门的东西罢了。”道长确实是有些本事，不像现在有些道观为了吸纳香客赚些福彩，不管有没有效果的东西都往外面拿。和这些人相比较起来，道长的为人还真是慷慨大方，都是为了弘扬道法，说不上慷慨不慷慨。一味的闭门造出，以及道教长久以来的出世避世的思想，可能也是造成现如今佛昌道衰的原因之一。如果有机会弘扬道法的话，我自然是要尽力而为的。就在这时，张道玄捅了捅张希言，示意他看向站在你身后举着手机开直播的柳如烟。见状，张希言顿时了然，原来这小子是想蹭我的流量。刚刚只要我认同了他说的话，他就能借助我的名气去诓骗更多人了。道长这一套广播体操，也只能说是能强筋变骨、活络筋骨。真要论效果来比的话，其实就和七彩阳光是差不多的效果。苏小文和柳如烟对视一眼后，轻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道长什么时候得罪他们了？怎么一上来就对道长针锋相对？”柳如烟闻言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你虽然也知道他是在针对你，但你并不打算跟他置气，毕竟你还想借助剧组把自己的直播搞起来。于是拱了拱手道：“今天下午没有雕爷的戏份，我就先带雕爷回去休息了。各位还请自便。”李导见你们双方闹掰，不由得感觉有些可惜，但还是没多说什么，快步跟上。道长，今晚还开坛吗？看看李老爷子来不来吧。今天还不来的话，我就明天下山去找一找他。张道玄闻言冷哼一声：“人家都已经不相信你了，你还要追到人家家里去骗？挨打是小事，要是败坏了我们道教的名头，那你就是我们道教的千古罪人。”听到这话的你也是彻底明白了，这就是个完全不通道法的凡人。这时你才注意到柳如烟的直播还没关，但你也并不打算解释这件事。和他计较不仅没用，还会让直播间的观众们看了笑话。龙武山是道教祖庭，必然是有真本事的老道在，等龙武山的真道行到了再坐而论道也不迟。虽然你这边没反应，但苏小文那边却不愿意了。你个老道士上来就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阴阳叽歪跟个娘们儿一样，话里套着话的说道长的坏话，真不知道怎么想的。龙虎山的道士心眼就这么小，见不得别人道行比自己高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而觉得别人是在糊弄人，真是贻笑大方。你看有些人就是这样，就算是被骗了也会帮着别人数钱，到时候这口黑锅还要算到我道教头上，算来算去都算是我龙虎山管教不严了。是，还是龙虎山的少爷聪明，龙虎山高人一等呗，都能代管天下道教了。眼看双方就要撕扯起来，柳如烟这边赶紧拉住苏小文。见状，张希言又把话锋转回到你的头上。你想要蹭我道教的名头，拿我道教的名头去骗人，还糊弄这些小姑娘。我作为龙虎山的小少爷，我说两句不过分吧？我开直播是为了传播道教文化，传授网友导引吐纳之术，并不是为了蹭所谓的龙虎山名气，也没有拿你炒作的想法。说出来你自己信吗？问心无愧。还真给你个骗子喘上了，直接报警拿了他吧。就在这时，剧组的人纷纷站到了你的身侧。怎么了，道长？这小子耍大牌，人家可是小少爷，能来咱剧组可是给咱面子，那可真是了不得了，人上人啊！那是。人家道教祖庭，天底下所有的道士都得听人家的。见这么多人给你帮腔，张希言皱着眉对你说道：“难道你除了会鼓动这些被蒙骗的可怜人出面，自己就没什么可说的吗？你们几个一上来就一口咬定说我是骗子，不就是因为昨天那2个保镖的事情吗？可那是保镖自己对真武大巨不敬，与我有什么关系？”闻言，张道玄哈哈一笑：“真亏你能说出来。真武大帝他……”说到这，他看了一眼直播的手机，脸色严肃道：“真武大帝他老人家乃是道教供奉的传统神灵，但他老人家早就飞升了。你说大帝亲手惩罚张虎，难道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闻言，你也是有些无奈。和这个一点都不了解修道的老道聊天是真难，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又怎么能修得了道呢？那我该怎么和你们解释呢？不必解释，你只需要给所有上当受骗的人道个歉，然后把骗来的东西都退回去就行了。不如这样吧，我今晚正好要开坛做法，到那时是真是假，你们一看便知。你既然已经准备好了骗术，我们自然不会上当。不如我们换一个方法吧，我们坐而论道如何？你如果赢了，我就承认你确实是有些道行。你承认我有没有道行与我无关，你们说我骗人污蔑我的名声，这才是与我有关。现在说我骗人的是你们，所以要证明我在骗人的也该是你们。你们觉得我无法与鬼神沟通，无非是你们觉得这种能力超出了凡人的范畴。说罢，一团乳白色气体在你掌心升腾而起，紧接着幻化成一团云雾悬浮在众人头顶。片刻后，淅淅沥沥的雨滴淋在了众人的身上。此时的剧组人员全都沸腾了。我操！呼风唤雨之术，道长，你这是在修仙啊！
张希言、张道玄两人更是面若呆昆，目光呆滞。你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奇语术就能在网上掀起惊涛巨浪。某大学宿舍一个年轻人看着直播大喊道：“我操了，这真的假的？”好巧不巧的是，他就在全国名列前茅的院校里学后期特效，但直播间很快就因封建迷信被封禁。不过好在他和柳如烟直播间的房管认识，于是要了一份直播录像，就找到了自己的导师。导，我发现了一个国内特牛的特效视频，比咱们厉害的团队有的是。导师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还是接过手机看了起来。画面开始与你讲解黄庭内景经的时候，王超正要快进，导师见状立马伸手拦住。很有道荒行的小道长啊，这段内部讲解应该不便宜，把视频传给我，你先回去吧。提前看看修身养性的书籍，过几天我带着你去参加一个养生会议，到时候会有上面的人出面。王超闻言有些懵逼了，不过稍微消化了一下导师的话后，立马喜笑颜开。好的，导儿，我知道您喜欢养生，这就是我专门给您找的。不过这视频是在网上流传的，说是什么封建迷信，他们懂个屁！老祖宗研究了几千年的东西，难道真就不如西方那一套好？那国家天天力推中医诸药是为什么？你忘了青蒿素是从哪里找出来的？行了，你先回去吧。那您慢慢看，我就先回去了。王超走出门后一拍脑门，猛然道：“不是哥们儿，这道士讲的这么好，我怎么没感受到呢？不行，我回去得再仔细听听。”他的导师对于养生之道深有研究，要是导师都觉得这里边有文章，那对他来说肯定也能受益匪浅。不过这么厉害的道士，莫非那个下雨的片段是真的？我要是能联系上这小道长，是不是能多活几年？而此时的斩龙观客房中，张少有消息了。闻言，张希言抬起头，眼中露出欣喜。怎么说？对方团队说得加钱。张希言闻言冷笑道：“真当我是冤大头了？实在不行就换一个团队。这是我们目前能联系到掌握技术水平最高的一个了，行业标准都是他们参与制定的。那就加钱，我要的是出这一口气。竟然看不出他骗术的窍门在哪里，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我都快忘了多长时间没被人用近景魔术这么骗过了。我知道了。张希言闻言立马对王凯说道：“先别打钱，师叔，快告诉我这个近点魔术的奥妙。我们应该是遇到真的得道高人了。传闻中的呼风唤雨之术竟然是真的，呼风唤雨，通幽唤神。”这可是陆地神仙一般的境界啊！马上跟我去拜师行礼。说罢，张道玄蹭的一下就往门外走。张龙江虎，快按住师叔，莫要让他出门。张希言皱着眉来到张道玄身边。师叔，你太令我失望了。希言，成道元法就在眼前呀！我早就有预感，这世界上有隐世高人。可你在3个小时之前还言之凿凿地说他是个骗子，你就当那时候的我放了一个屁。张希言闻言让张龙张虎放开张道玄。师叔，世界上是没有超自然力量的。就连咱们龙虎山的内山，甚至内山中的内山，我的爷爷、我的父亲，他们都只是一个普通人，顶多就是养生功夫、养气功夫比较好。他们不能呼风唤雨、开山分海、上天入地。当代道家祖庭龙虎山都没有这种力量，你说一个山野小道观中有？我看你的养老金还是给的太多了。我今年82了，人人都说我养生有道，精神状态多么好。可这筋结炎、关节炎来的时候，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到点了该死了。之前我总觉得我看开了，一辈子该玩的也都玩了，可真到了这一步，看到这位道友施展这种法术，原来这世界上是真有这种奥妙玄奇的东西在。而我修了这么长时间的道，却连真正的道都未曾见过吗？就连皮毛甚至都不能说了然。此生向往的东西就这么出现在面前，我又怎么能不激动不向往呢？张希言闻言沉默片刻后对王凯说道：“我再加10万，让他们务必找出这个道长作假的证据。如果能够实锤，我再加10万。是真是假，晚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这呼风唤雨是能用科学手段做出来，难不成那人的魂魄也能是弄虚作假吗？不好说，全息投影技术说不定已经有人研究出来了。所以呢，研究出来不卖专利发大财，而是用来给人做法事骗个几百上千。”张希言闻言已是哑口无言，只能嘴硬的回了一句：“等晚上再看看。”接着又对王凯催促道：“王凯，让对方尽快出结果。”半小时后，王凯收到回复，对方表示视频没有后期，而且他们表示这种特效以目前的科学手段根本无法做到，这不可能是近景魔术。当前没有任何科技可以做到从手上凝聚水，再让水蒸气形成一个可控的落雨团，就算是慈渊志也做不到这一步。他们给出的报告是，这个视频中发生的事情90%是真的，另外10%的可能性是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违背常理了。我们的一些研究员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这种事情发生在东方。他们表示会通过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和加州理工大学非自然现象研究室共同组建讨论组，向我们申请入境学术讨论。需要拒绝他们吗？而你自从有了灵气后，看世界的方式也大为不同。你发现这斩龙观的位置还真有些特殊。如果这世界上真的存在灵气，这里会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法阵，而阵眼就是斩龙观。虽然不知道这法阵是做什么的，但依旧能看出来这斩龙观的祖上确实是阔绰过。就在这时，柳如烟突然出现在你的视野，只见她一脸犯了错的样子看着你。我好像给您惹了不小的麻烦。什么麻烦？刚才房管和我说，今天那个直播片段被很多人都要去了。他说这后面的水有些深，有些上面的人注意到了道长。顿了顿后，他继续补充道：“当然，大部分粉丝还是认为道长用的是特效，或者是某种魔术手段。”闻言，你思考了一阵后拍口道：“这是好事啊。”
柳如烟有些不解地看向传播道法，首先就是要让人相信世界上是有道法的，所以这个视频越多人看到，就越是一件好事。我说怎么今天这个人气值蹭蹭涨呢？不到半天功夫就涨了500-600，原来是如烟的直播起了大作用。可是有许多人想要来道观找道长，目前说是有一个特效后期团队，还有几个粉丝。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说过这里的地名。闻言，你嘴角都快咧到了后脑根。好事啊，正好我最近功力大进，今晚应该能试着让你和你奶奶多说几句话。柳如烟闻言微微欠身行礼，谢谢道长。没事，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而你的法坛也早已经被剧组人员摆好了。你看着桃木棍里面的老太太，发现她现在状态挺好，比如烟奶奶在荒野游荡要强上很多。就是不知道这李老头什么意思，怎么来了一天之后就不来了？要是明天上午李老头还不来，那我明天就去李老头家看一看，给他儿子解释解释。其实现在的你就算是不用法坛，也足以让柳如烟和她奶奶通话见面了。不过用了法坛之后能增加续航，反正是借来的力量，老祖宗又没说不让借，那就先借着。而且开坛施法更有仪式感，更有利于传播传统文化。就在这时，你口中呼出一口白气，紧接着两指一抹亮光闪耀，随后你双眼之中瞬间绽放光彩。一时之间，在场所有人眼中的世界已然大为不同。站在角落的张希言皱着眉头看向柳如烟面前的老太太，深吸一口气后不敢言语。张道玄却在此时状若疯魔，就是这种感觉，这就是我要的感觉，这是山上记载的通幽之术。而此时你的目光也看向了被灵气包裹的张道玄，你不由得发出一声惊疑，这个门外汉竟然不是个门外汉，只不过是之前没有灵气，空有法门而无法使用。这老道居然自发地施展了通幽之术，看来这龙虎山还是要去一趟的。道教祖庭果然是有点真东西在的。想到这，你不再理会张道玄，而是看向剧组众人，发现雕爷和柳如烟身上也泛着灵光，这是被灵气滋养过的标识，应该是和信仰的虔诚度有关。就是不知道信徒之上还有没有其他划分。看着上千的人气值，你打开系统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兑换的东西。现在最适合主人的就是红羽真言，使用后可获得全方位环绕立体音，不可被捂耳朵等方式屏蔽，嗓音浑厚，振聋发聩，持续时间及范围影响以灵力为准，售价500人气值。这个就是所谓的神仙讲话，说话自带音响，不过暂且先用不到。甘露洒沉咒可将灵气润入水中，转化为甘露水滋养万物，普通人亦可吸收，售价500人气值。简单来讲就是灵气化水诀，普通人是无法吸收灵气的，只能是缓慢吸收灵气的余命。有了这个术法的话，灵力就可以转化为被普通人所利用的东西。兑换甘露洒沉咒，你毫不犹豫兑换了甘露洒沉咒，恭喜宿主兑换成功。就在这时，真武大帝塑像上灵光一闪，分出一缕落入了你的眉心之中，你脑海中顿时就多出来了一些皱纹。你对着桌上的碗轻轻一点，这碗中的水就变成了灵水，可以消恶解毒，平时清理肠胃、治疗拉肚子之类的小毛病也不在话下。片刻后，如烟和他的奶奶走向了角落，窃窃私语。无聊的剧组众人开着阴阳眼四处观察，你见他们热闹看够了，就收回了他们的阴阳眼，并对李岛主托道：等如烟那边聊完了，记得在盆中点燃一摞黄纸，将案柴上的高香掐灭即可。若是等到高香燃尽还没聊完，那就等明天吧。以我看来，如烟的奶奶还有2天人世可存，如果过了2天还贪恋人世的话，恐怕连轮回也入不了了。道长，这世界上真的有6道轮回吗？就是牛马畜生道之类的这种？我还没死过，自然不知道。我甚至都还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城隍鬼差，开着阴阳眼看了好几天了，也没见到除了这2位老太太之外的孤魂野鬼。想到这的你抬头看向远方，不过这东南方向的黑气是什么情况？你看不清楚，索性也就不看了。就在你准备回房间休息的时候，张希言一行人挡在了你的身前。道友有理了，道友相信我不是招摇撞骗的了。贫道确定自己并没有被人蒙蔽五感。道长刚刚用的难道真的是神通术法吗？术法是术法，神通是神通，神通乃是大道，术法小道耳，其间区别大又不大，我很难解释。那道兄所用的这个术是神通还是术法呢？我用的这门神通名叫通幽，与之对应的还有一门神通名叫幻神。我在龙虎山典籍之中恰好见过这2门神通的记载。说来惭愧，龙虎山典籍因战乱和子孙不孝遗失了许多，记载的许多法术中，也就只有通野幻神和金光阵术算是完整。闻言，你也是精神一振。你早说你有这种好东西啊，那我早就和你拔臂言欢对酒高歌了。就在这时，张希言忽然冷峻发话：道长还请借光一叙。他示意你跟他去一个房间中说悄悄话，你微微皱眉，但也没拒绝。这家伙难道还以为我在骗他？这祈雨术还可以说有科学依据可循，但这如烟老奶的魂魄你也是亲眼看到了，甚至我还看到你偷摸走近想要摸一摸，只不过被吊爷给拦住了。但如此近的距离，也应该能分出真假了才对啊。等你跟着张希言来到一间屋子后，张希言面色严肃地盯着你，对视几秒后，只听扑通一声，张希言跪倒在地，小声说道：大师，刚才外边人多，我有点拉不下脸。我知道您神通广大，您别在意我之前的冒犯，我这给您道歉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最近不太想收徒，收坐骑也行啊，现在不都流行这个吗？只要您肯教我那呼风唤雨的神通，我知道法不可轻传，而且拜师肯定要有拜师礼，
我这边零花钱还有不到100万，我知道这些比较少，可能您这等高人也看不上这点钱，但是我真的是十分诚心诚意的，我兜里只剩下这点钱了。但我名下还有2栋别墅，在龙虎山山脚下的小镇里，京都3环以内还有1套房，我也可以当做拜师礼送给您。我知道这些依旧不够，但是我能拿出来的诚意只有这么多了，求求您收下我吧。张希言说完就开始双手一趴就是五体投地，眼看你久久没有回应，他心一横说道：您对我们龙虎山的各种秘帮道术很感兴趣，我进出那里就和去厕所一样方便，您想看什么典籍我给您拿出来，什么典籍原本我都给您拿出来，师傅您就发发善心收下我吧。见状你面露纠结，其实在他说要给你100万的时候，你就已经异动了，但后面他竟然越给越多，你反而不敢收了。整理一下思绪后，你对着张希言说道：首先我不能收你当坐骑，因为新时代没有坐骑，只有牛马。其次咱们2个年纪相仿，虽然说道无长幼达者为先，但是我收你为徒的话也太奇怪了，而且你是当代天师府的传人，我收你为徒的话岂不是和当代天师同一辈分了？在没有经过当代天师同意的前提下，我收你为徒有些不妥。张希言闻言大喜道：您的意思是只要我父亲那边同意，您就可以收我为徒？说完他砰砰砰的就磕了3个响头。师父请受徒儿一拜。见状你连忙把他扶起来。是的，只要当代天师同意，我收你为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以后我也会广开山门，大肆传道。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提前说，你的这些钱和别墅什么的我都不要，